開場就被飛身一腳踢倒在地，全場的韓國觀眾無論男女都瘋狂歡呼。武僧一龍一臉無奈，而韓國主持人更是當眾煽風點火。好好請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然而恢复理智的武僧一龙拿出了真正的少林功夫，让韩国跆拳道冠軍哭爹喊娘，生不如死。台下的韓国觀眾更是一臉吃驚，感到不可思議。擊倒武僧一龍的人名叫閔永珍，曾拿過一次韓國跆拳道冠軍，并以天下第一腿而自稱。在接受採訪時，他在媒體面前公然表態，稱中國武術和中國足球一樣不堪一擊。在我看來，中國功夫就像中國足球一樣不堪一擊。这次比賽对我來說很重要，我將會證明跆拳道的強大。內容的表現絕對會讓他們大跌眼鏡，一臉吃驚。不被這種客觀的因素所干擾，繼續全身心的投入比賽。武僧一龍這種抗擊能力非常強大。盡管我們看到這個閔永珍用他這個跆拳道的什麼旋踢動作啊，包括掃踢動作了、橫踢動作了，但是在武僧一龍面前一一化解。我是要有在這個中远距離之外才能夠使用的。要知道武僧一龍這個抗擊打能力啊，我就跟你讲，你在啟動的時候我啪一個近身。原來你閔永珍不就這三板斧嗎？就利用旋踢動作嘛，你不就練跆拳道嗎？盡管你閔永珍獲得過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跆拳道的冠軍。對方擊倒了一龍一次，而現在一龍呢是在成百上千倍的還給對手。這個閔永珍呢在開賽之前啊，他說我們中國的武術啊和中國足球一樣不堪一擊。我們不吹不黑，摸着良心說呀，我們國足目前的狀態和競技水平呢的確是不高，但是我相信這只是暫時的。但中國武術不如韓國跆拳道，這可以說是我聽過最離譜也是最可笑的笑話。咱哭了。可以說這場比賽是跆拳道和中國傳統功夫的一種較量。觀看武僧一龍同韓國跆拳道冠軍閔永珍的第二拳面，我們看到這個閔永珍，你雖然練跆拳道，你只有用腿法進攻，但是你這個上三路沒有發抖，非常虛啊，感覺到腎肯定是不好。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我相信這麼一比啊，很多觀眾朋友們已經把武僧一龍都給看順眼了，可見我們對韓國人是多麼的不爽。這場比賽沒什麼可說的啊，技術特點完全不用分析。對方啊就會一個腿，結果還踢不過一龍，拳法更不用說了，綿軟無力啊，還不如娘們呢。現在閔永珍已經不像在第一局比賽裡面利用什麼後旋踢啦旋風腳啊，對不對？橫踢動作已經沒有了。現在場上完全被武僧一龍牢牢的控制着。很一流啊，表現一流。好，这场比赛也很能說明了韓國跆拳道和中國武術少林功夫到底誰更強，完全沒有可比性。恭喜武僧一龍，同時十分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哎呦，打開了，這口子開得很大。對，究竟
的动作，虽然就是运动员在背后或者两侧没有长眼睛看不到，但是整个身体是有感知的。是这个太明显了，这个动作。对。可能还在做尝试，转过来。凯文现在是一点空间不敢给张立鹏啊。好，锤击肘击。好。这几个锤击好像有点效果啊。对。砸肘，连续砸肘。连续的砸肘。凯文现在只能是被动的防守。全肘都有。对，观众朋友们，真不愧是暴力大鹏。我们看张立鹏这个打法的确是很暴力。我们看这个凯文只能是抱头防守，被打得极其狼狈。好，裁判已经在看了，因为对方现在很狼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打下去你只会受到更多的伤害，裁判一定会终止比赛。对。好，我们看大鹏做了一个小动作，把凯文的左手压到后背。如果右手有砸拳的话，那么凯文就危险了。对。大鹏手击，打肘，连续打肘，砸到了面部。这是裁判要终止了。那一次手击有砸到，我们看啊，打开了，口。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勾起张立鹏把对方的这个额骨打开一个深可见骨的口子，太给力了。张立鹏不愧是暴力大鹏，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打的的确是非常的有血性，太给力了。然而在这场比赛刚打完没几天，身为儿子辈的日本选手为了给大哥美国人复仇，立马向张立鹏发起了挑戰。他就是日本选手能登崇。他是一位日本的天才柔術高手，赛前表示要把张立鹏掰斷四肢，報仇雪恨。好，觀眾朋友們，暴打小鬼子的精彩比賽他來了。上一場比賽，張立鵬光速 KO 了美國選手，這個日本人就坐不住了，想要表現一下自己，想為自己的大哥這個兒子輩的日本選手，能東衝就站了出來。好，注意看這個家伙還是個小雜毛頭髮是黃色的。他並不是染的，這個家伙缺鈣這個經常被打的被別人打的已經缺鈣了。好，看一下紅方選手便是張立鵬，我們是黑色頭髮穿着黑白相間的一個褲衩。好漂亮，張立鵬下線抱摔，漂亮，這個抱摔的力度太大了。但是這場比賽張立鵬地面戰一定要萬分小心，因為對方呢他的這個柔術非常厲害柔術天才。張立鵬現在處於上位的壓制，非常的穩。現在張立鵬想要去反拿這個木村肩部的位置，這是對肩膀、肩關節的一個非常具有殺傷力的鎖技。這個肩部幾乎是已經完全拿到了把位。我們看纏鬥的高手能登崇，想必不會馬上的放棄。好，我們注意看，賽前揚言說要掰斷張立鵬四肢的日本選手現在是反被張立鵬掰住了胳膊，打不打臉確實很打臉。這個家伙在日本的話是一位柔術天才柔術的話在日本也是拿到過3屆柔術大賽冠軍在整個亞洲也是非常出名的。但是觀眾朋友們，再牛的技巧，再牛的技術，在絕對的力量面前，那都是扯淡，那都是鬧着玩。況且本場比賽打日本人張立鵬絕對是不能留情的。好漂亮，拿到一個起勝位。好，張立鵬壓地重心。我們看這個日本選手瘋狂的掙扎，不斷的起橋，試圖把張立鵬的頂出去。這家伙的腰不錯這個腰力確實不錯。雙腿在上位的控制非常的緊。能登崇現在是想逃脫出來，但是沒有好的辦法，這只能是靠起橋來干擾張立鵬的進攻。肘擊，再次的肘擊。Go action。砸拳，非常重的地面砸拳。我們看到處於下位的能登崇非常強烈的起橋，但是沒有能讓自己擺脫這種不利的局面。這是一物降一物，這場比賽張立鵬完全就是這個日本選手能登崇的。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ow the morning is the afternoon. We lay awake in bed. The laughs 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The moonlight, summer sky, it was the best we ever had. And we'll stay young. 好，我说你看张立鹏的战术执行非常的不错，很聪明。我知道你的腿法厉害，那我就不和你打这个站立了啊，哈哈，打缠抱，打睡觉。但是的确，对方的这个腿法很厉害，因为对方呢是跆拳道世界冠军。那么这个韩国跆拳道最厉害的便是腿法。好，来到了地面对局。 그라운드로 가서도 자신 있어 하는 모습의 장리펀인데요. 다른 두 선수와 다르다는 말씀을 해주셨는데. 자, 가드 패스 직전인데요. 자, 케이지가 있기 때문에 위험할 필요가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哎，观众朋友们，这个韩国选手咬人，哎呦，这明显是违反规则的啊！我们看裁判要警告他了，应该是要掏出一张黄牌警告一下。哦，呵呵，这个对方打不过了啊，赶紧是咬人。那这一招的话，也是能让对方啊从这个地面回到站立。看来这个韩国选手把这个比赛规则真是玩明白了。凌晨4点，我们中国选手还在拳馆打拳训练啊。那凌晨4点，这个韩国选手还在背规则，哈哈，还在背这个规则的漏洞在哪。 为什么情况？这个韩国选手，哎呦，赶出去！我觉得给他赶紧赶出去，他竟然踢裆。本场比赛短短不到3分钟啊，不到半回合的时间啊，这个韩国选手已经2次恶意犯规了。观众朋友们，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千万不要和韩国人讲体育，也千万不要和日本人讲历史，也同时不能和美国人讲道理、讲公平。 好，比赛继续，看一下能不能激起张立鹏心中的怒火。一回合还有一半的时间。对方的穷追猛打，反而是进入到了张立鹏的一个陷阱。好，这招厲害了，哈哈，这招叫做神猴上柱。但当然，你叫猪八戒背媳婦也行。
這個姿勢難受的是對手，因為對方呢需要承受2個人的體重。好，站立裸腳有機會嗎？這個姿勢做裸腳成功的話，那張立鵬可就太厲害了。哎呦，什麼情況？對方軟了。哎呦，張立鵬站立裸腳，把對方勒暈了。那麼這個韓國選手沒忍住，直接是躺到了地上。好，本場比賽看张立鵬非常的興奮，沒有錯，他手刃了美日韓3國選手，太牛了。好，這場比賽精不精彩？结不解析？那麼恭喜張立鵬。那同时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KO。他是中國太極拳的領軍人物，是太極拳大師王占軍的關門大弟子。他將太極拳和自由搏擊強力地融合到了一起，把太極拳帶到了國際擂台，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擊敗了無數來中國踢館的老外。華麗的腿法，兇狠的出招，經常看呆現場裁判以及台下老外。他就是太極拳傳人韓飛龍。然而偏偏有囂張的老外不信邪，前來中國挑戰韓飛龍。我從來都不相信什麼太極拳，更別提什麼以柔克剛。下個星期吧，我去中國，最多2分鐘將他們打死。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中美對局，沒有錯啊，又是一場暴打老美的精彩比賽。好，我們看一下，首先出場的白袍小將，他便是我們的中國太極拳實戰第一人韓飛龍。好，韓飛龍師承我們中國的太極拳大師王占軍啊，這是王占軍的關門大弟子。好，我們看比賽還沒開始，韓飛龍已經是在擂台上打起了太極拳。看着身段啊，看着氣勢，絕對他是一個高手。好，那韓飛龍呢，無論是在我們中國武術還是在我們中國的自由搏擊上，他都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為什麼？因為他把我們的中國武術太極拳和自由搏擊以及散打融合到了一起，也形成了他一個個人啊比較獨特的一個打法啊，一般人還真學不來。因為你想學他的話，首先啊你得有一個太极拳的功底，所以說想做韓飛龍的徒弟啊，那難度係數是非常大的。而且據說韓飛龍呢，現在他也僅有2個弟子啊，所以說是個收徒啊，很苛刻。好，本場比賽的舉辦地點正在我們中國的賓川啊，也是我們中國的這個葡萄之鄉。好，沒有錯，比賽馬上開始了，讓我們看一下雙方選手本場比賽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好，我們仔細看，紅色拳套，白色長褲啊，非常的瀟灑，他便是我們中國小將韓飛龍。而藍方選手呢，則是賽前猖獗至極啊，揚言說這個2分鐘啊就可以打死我們中國選手，而且蔑視中國武術的美國拳王索德里格斯。對方還稱不上是拳王，但的確是冠軍啊，美國的踢拳冠軍。好，不要來分析，看一下時隔1年再次重回擂台的韓飛龍啊，他的武藝是精進了還是退步了？據說這1年韓飛龍是閉關修煉。好漂亮，双方的換拳，前手的平勾有打中，漂亮！击腿後的涮摔，這一下的話也是韓飛龍的經典招式。好，連續的後退，韓飛龍，哎呦，連續後退後的一個捨身踢啊，這都是韓飛龍他比較擅長的一些這個經典啊，屬於他個人的招式。實際上現在一說起太極拳呢，很多人啊第一想到的都是韓飛龍啊，他已經成為了太極拳的標籤啊，像張三豐一樣，好漂亮！哎呦，漂亮！這個我們看對方明顯是有點晃，這一腳感覺是掛到了脖子上。哦呦，漂亮！又一次，又一次！本场比赛的第2次擊倒。韓飛龍今天的狀態的確是不錯。而且我們看韓飛龍他的步伐也很輕盈，很飄逸，對於距離上的把控很精準。因為他比較擅長腿法，所以說把這個距離一般來講呢，會控制到相對來講比較遠的一個距離。
好，發生了意外情況，韓飛龍剛剛是不小心啊踢到了對方的這個褲襠上，這一腳肯定不是故意的啊。看對方痛苦的表情，這一腳應該是挺狠的。哦呦，我們看對方啊，模仿韓飛龍啊來了一個捨身踢，這也屬於小巫見大巫了啊，班門弄斧。這場比賽也很難得，韓飛龍在身形上，我們從側面上看的話是有優勢啊，比對方明顯是要壯很多。這對方造成的衝擊力啊也是不小，好漂亮！又一次，哦呦，超近距離的高鞭腿。好，我們看對方，這一下的話也是有點站不太穩了。實際上在韓飛龍之前呢，有非常多的人質疑說太極拳的實戰能力是不是太弱了啊？好漂亮！剛剛是一個凌空的飛踢，哇，又來了！今天韓飛龍把所有他會的啊和出名的招式，新的老的一股腦全用了出來。看來韓飛龍他閉關修煉1年，這個成果還是非常不錯。好，這裡讓我們看一下雙方比賽第2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我們看韓飛龍今天穿的這個褲子啊，這個布料也是非常的飄逸，那麼這也是能讓韓飛龍的腿法跟武藝啊有更好的一個表現啊，看起來更加的瀟灑。好，雙方的話，不好意思，哦呦，這個招式很厲害了，虽然說沒有成功，但是一旦成功的話，韓飛龍剛剛這一腳的話會直接撂倒對方。我們看一旦到了近距離，韓飛龍的話也不選擇出拳啊，對方的這個美國選手啊，他很喜歡模仿韓飛龍的捨身踢。應該有很多觀眾朋友並不是很清楚啊，韓飛龍在打本場比賽之前呢，他打過的選手啊，大部分來講都很高很壯，以前還打過這個美國特種兵和波蘭巨獸。長得都很高壯，所以說今天打一個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選手啊，我相信對於韓飛龍來講呢是很輕鬆的。好，劈掛腿，韓飛龍的腿法真的是玩出了花樣。將來如果在體育類目上，如果有一個項目叫做腿擊比賽，我相信韓飛龍絕對能拿冠軍啊。我們看到了近距離之後，韓飛龍也是幾乎不和對方去拼拳，把更多的體能和注意力啊還是放到自己腿法上。而且我們看韓飛龍今天他的防守上做的也是非常的緊密，對方很難去打穿。什麼情況？給到裁判還打了一拳，而且我們看對方的牙套啊都被打飞出來了。好，看来韓飛龍今天是誰的面子都不給，不只是對方的面子我們不給啊，連裁判的面子我們也不給啊。好，你看對方的所有的重击呢打在韓飛龍的身上，都是沒有效果。而且我們看對方現在的整個，哎呦，又一次。對方现在整個人，這個索德里格斯呢，明顯是連站都站不太穩了。那麼說他是一隻軟腳蝦，完全不過分。好，又一次重擊打翻。我們看，再一次把這個囂張的美國選手再一次打趴了擂台上。我們看還有機會，在最後的時間，韓飛龍如果能再一次完成擊倒的話，那麼這個比賽我們看，裁判終止了對局。對方險些被韓飛龍打飛出了擂台啊，觀眾朋友們。好，韓飛龍時隔1年再次重回擂台，他的狀態依舊是不減啊，比當年感覺還要厲害了。好，觀眾朋友們，讓我們恭喜這位太極拳的傳人、太極拳的大弟子韓飛龍戰勝了對手。我們看，韓飛龍在擂台上又擺出了自己招牌的姿勢啊，打起了太極拳。好，那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觀眾朋友們，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注意看，擂台上發生了一起罕見的黑人血案，美國黑人壯漢因賽前瘋狂羞辱中國人弱小，結果被中國小伙連拳帶腿，當場暴打猝死。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现场裁判当即宣布抢救无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中美大战。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这名选手。哇哦，观众朋友们，这个家伙黑得发亮，感觉就好像是刚刷完油的鸭子啊，准備好上烤爐了。這個，哦呦，而且還反光啊，都反光了，觀眾朋友們。好，本場比賽舉辦的地點正在我們中國香港，來自於中國的選手羅祖勝大戰來自於這個美國的黑人選手科維。好，賽前這個科維呢是非常的大言不慚啊，他表示說呢，他每天要睡3個中國公羊，還表示稱我們中國男人太弱小，沒法滿足中國女性，中國女人都把他當成寶貝兒一樣。好，哈哈，觀眾朋友們，這家伙我感覺他根本就不人類啊，就好像是一隻種馬。哎，什麼情況？好，現場裁判，好，發現了他身體上有點不對勁兒啊，感覺這個小子渾身上下都是油。好，比賽正式開始，看一下藍方選手便是來自於美國的大種馬啊，科維。那麼紅方選手啊，黃色頭髮來自於中國的小將羅祖勝。哎呦，呵呵，我們看這個大種馬，他腳底下很滑啊，因為這個出油啊，非常的多。我們看小羅把這個距離啊把控的非常的遠，但實際上我覺得還是要打進去啊，和對方打這種外圍呢，難免還是要吃虧的啊，是有劣勢的。哦，要小心！我們看雙方的內衛戰打得非常激烈啊，但是目前為止啊有個問題，就這個家伙他身上油啊太多了。這說明這個大種馬平日裡呢非常喜歡去揩油，哈哈，這手不乾淨。這場比賽目前來看，對於羅祖勝來講呢，的確是有難度了啊！打外圍的話呢，要吃對方的拳腿進攻啊。但是你看來到內圍之後呢，對方哦，還有這個瘋狂的肘擊，還有頂膝，這有點吃不太消。因為雙方的作戰風格是完全不同的啊，我們是偏散打和拳擊，而對方是一個純泰式的啊。哦喲，小心對方的肘擊。雙方不對比還好，抱在一塊兒把對方顯得更黑了啊。我們甚至看不清他的五官啊，看不清這個家伙到底長什麼樣子。哎，什麼情況？裁判終止了對局，把羅祖勝叫到了擂台邊上。這個不出意外的話，羅祖勝應該是受傷了啊，應該是右邊的眉骨上方啊裂口了。好，還在等啊，在等現場的這個醫務人員。好，開口了，果然是開口了。這場比賽，小羅在打內圍的時候啊，應該是吃到了這個大種馬的肘擊。為什麼情況？台下有老外在慶祝，看到我們中國小將啊，小羅受傷之後，你看有男有女都在跳舞。看來這個女子啊，搞不好是種馬的伴侶啊。哦，這個有的女的還在蹦，看來他的女粉絲果然是很多啊，真的是商女不知亡國恨啊。好漂亮，小羅的話有多次的接腿。好，
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打得非常的窩火。在第一回合，對方的胳膊很長啊，所以說我們打外圍的時候吃了點虧，但是打內圍更吃虧啊！打內圍的時候被對方的肘擊啊砸出了傷口。所以說本场比賽，我覺得小羅呢可以打持久戰，因為我感覺這個種馬這個科維啊，我覺得他應該是體能不是很好啊，他搞不好有腎虛的狀況，因為他每天晚上要陪3個女人啊，所以說我覺得他打不了持久戰。好，接下来看一下雙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对局。好，我們看小羅祖勝，比賽開始就打起了猛攻。哦，漂亮！我們可以看到这一拳啊，實際上都沒有打到對手啊，只是碰了一下就把對方差點掄飛了。這也足以說明我們的拳頭是很有力度。好，又是一拳。小心！哎呦，不要打內圍啊！和對方打內圍是要吃虧的。而且我感覺這個黑人選手已經不行了，我感覺他現在是身體發軟啊，2條腿像麵條一樣，有點站不太穩的狀態了。哦，大北拳！哦，這一下我們看黑人選手這個大種馬已經是有點對眼了。不知道現在台下這個科維啊，大種馬的女粉絲啊，看他這麼慘，這個會怎麼想？搞不好都已經為他準備好了枸杞啊，為他準備好了這個腰子，給他補一補。哎，我們剛剛注意到這個科維，他是一個左家選手啊，反過來的。哎呦，哦，漂亮！觀眾朋友們，這一拳我們的小羅一個右手的平勾，哦，把這個架打翻了。哎呦，非常漂亮。好，接下來看一下有沒有機會，還有最後的30秒鐘。好的，連拳帶腿，連續打拳。哎呦，後手的直拳，不行了。我们看這個黑人選手啊，大種馬已經躺在了地上。好，裁判揮手終止了比賽啊！這場比賽也是一場逆轉的對局了啊！因為我們中方選手呢打得很不容易，眉骨大裂，鮮血直流。好，我們看這邊已經開始扇起了嘴巴子啊，開始給他按摩，開始搶救。哦，這個情況的確是非常的慘了啊！的確該搶救啊，畢竟動物也是條生命。好，這場比賽來恭喜我們的中方選手羅祖勝戰勝了這個黑人選手，打得非常精彩啊，蕩氣回腸。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